所以那是我唯一一科在神学里面70分最低分过关的那个科目。上帝用我一个最可以说这人来看学的最不好的一科，后来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第一个进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全校最年轻的那一位。很多牧师都是就是已经出社会，然后功成名就，然后他们被神呼召再来去念神学院，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年老持重哈。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去神学院找他，然后发现他在跟一个老先生就是讲话讨论，然后我就给他们时间空间，讨论完了我就问他说：“他是你教授啊？”他说：“哦，没有，那是我学弟。”而且他是台大毕业了嘛，所以就是学霸，你知道吧？这些学弟这些年纪很大的学弟都来拜托这个小学长帮忙功课哈。他甚至开了一个这个什么希腊文补习班哈，帮助他们通过希腊文，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讲一讲。我曾经做过神学院里面的学生会，就是就算自己的领袖组织里面做过2年，那也做过一些干部啊，去帮忙这个学校里面的运作。那他们都给我觉得神学院跟这个师长们还有同学们都给我很大的鼓励，虽然年轻，那让我去尝试去做。那这些方面我觉得也给我一些很好的操练。那刚刚另外讲到那一个希腊文补习班，其实一开始是我先讲我自己的神给我的一个学习吧。我刚开始讲过嘛，就是一进神学院，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地震去救灾吗？那一堂课其实就是开始在学希腊文，所有的神学院的学生全修生碰到最大困难就是只有原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因为不是我们的这个语言，我们要从头学习，是非常辛苦的。那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其实呢，他们以为我希腊文很厉害，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就是我在神学院唯一一科就是最低分的是希腊文，没有办法想象，它是唯一一科我本来会被当掉的。那当然原因是因为我在期末考的时候，我不小心睡过头迟到，还有一些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事情，以至于最后本来是要这个结果，但是我跑去找神学院教授说行不行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他说他也注意到我那一天的确，因为我不是住校生，他们其他人都住校生，我是通勤生。那天下雨，所以我迟了一点进来，的确也没有好的发挥。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就算你考过了以后，不管你考几分，我都只能给你最低分70分过关。所以那是我唯一一科在神学院里面70分最低分过关的那个科目。上帝用我一个最可以说这人来看学的最不好的一科，后来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那所以我自己知道学习到希腊文知道多么的辛苦，所以后来我就愿意去帮助这些学弟妹们，也把这个资料整体收集来给他们。一开始只是帮一个学妹，她要通过这个考试。后来我想说，既然我都要花这时间，那或许你干脆你去问问你同学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就是我跟教会借一个教室，我们一起来准备考前准备。所以我就那个时就是开始了这样的小小的希腊文补习班。多年以后，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呢，那些学弟们手上都已经有一本资料，然后那本资料里面就几页啊，就几页是我那时候整理出来的，他们就全部都这个奉为圭臬的保存下来，一代一代的传给学弟妹。我就觉得哇，这上帝当初用这个小小的一个我这个考试都考不及格的这个小神学生，能够为学校为学弟妹留下一点点这个帮助，我觉得这已经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说，在这样的神学的学习里面
不因我们的年纪，那些来请我问我的这些的学弟妹们，年纪都比我大很多但是他们就是我们就可以彼此的帮助，不会因为年纪有这样的一个隔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在神学里面的一些的小故事，一些的体验。谢谢。